2020年3月8日，美国拉斯维加斯，一场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备受关注。红色灯光亮起，红黄两色代表我们5星红旗的颜色。那么张伟丽穿着黑色的比赛服从冠军通道出场，在深圳站的比赛里边，是用42秒时间 TKO 了杰西卡·安德拉德，并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 UFC 冠军。人们在猜测，这个横空出世的中国姑娘 UFC 新科冠军张伟丽能否卫冕成功，续写她的神话。接手漂亮，小半保她到地面，最后10秒，接腿后手。And still， 张伟丽拿下比赛，48、47两位裁判给到张伟丽，1位裁判给到了乔安娜，170次的出拳，169的命中。经过5个回合的鏖战，最终张伟丽以分歧判定的方式成功卫冕。我这次来这边比赛非常不容易，希望我的国家赶紧度过疫情，但是现在疫情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事儿了，我觉得是全人类的事儿。我希望大家一共同努力战胜疫情。特别硬，然后打这么这样的，都这个声音都不一样。踢的话也是，你别踢着我，离你远点儿。对，踢的话一般踢的时候可能都是这样，不懂不会的人都这样踢，或者是这样踢，这样踢是没有力量的。像我们一般，那这么直接。2020年5月，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张伟丽。此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她在美国滞留了1个多月。你这样试试，这样扎拳，对，很硬。来，我打你一下试试。哎，你打我一下，我看一下。疼。找个男生吧，要不？不行，我打了你。其实我那个力量已经收了很多了，他们还是说疼。他们敢惹你吗？他们不惹我，惹我就哭。我以为他们要惹你就上拳呢。啊，不会，男生可以感受一下，女生不行。女生你轻轻的，你打我一下。不行，这打不了，真打不了，太疼了。对你打我这个，我都没感觉，跟按摩似的，我感觉。接受面对面的采访之前，张伟丽曾提出想在着装上做一些改变。就是你看采访之前，你跟我商量过要穿什么衣服，当时很纠结，想穿礼服，但是为什么纠结了那么久，又穿回来了，还是穿回运动服？我担心穿上礼服以后，我坐着也难受，然后拘谨，感觉就不放松。对。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要穿着礼服接受采访？因为我觉得应该，运动员嘛，应该展示不一样的一面。就是很多人他们都觉得你在擂台上是特别凶的那种。特别凶悍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在台下也一定是那种特别女汉子，然后特别就是凶的那种感觉。其实在台下不是的。你是吗？我不是。那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台上的时候，因为我想做冠军嘛，就想赢啊，对胜利非常渴望。因为练武的人嘛，都是希望拿天下第一。我也当然现在就是冠军嘛，古代就是天下第一，我也希望可以当冠军，然后。在台下的时候就是比较随和，然后其实我有那个搞笑的，比较喜欢说笑话啊什么的。平时的生活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比较偏女孩的，其实。但是可能很多人看不到我平时的生活，所以没错，对他们不知道。张伟丽，90后，生于河北邯郸，从小习武，曾是河北省青年散打冠军，后因伤痛退役，开始北漂。当过幼儿园老师、酒店前台、收银员、健身房销售等等，直到2013年，他遇到了综合格斗。你喜欢这个东西，到底它吸引你的是什么？因为我从小练传统武术的，6岁开始练传统武术，然后喜欢看武侠片，就是对强者的这种崇拜，然后一直梦想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武侠，可以成为一个武林高手，可以飞檐走壁，从小就是这样的一个梦想，心里一直有一个小火苗。就是在我受伤的时候、伤痛的时候，我都一直没有忘了。包括我之前经历了很多，也是做了很多份工作，不停地换，也是一直在找自己，跟自己就是越来越贴近的这个职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一直在寻找。什么时候非常明确，我就是想干这个？就是我辞职了工作，然后
准备打职业比赛的那个时候，我就明确了我要做这个。如果我现在不做，我以后会后悔。我就不想让自己后悔，我就觉得年轻人就应该做年轻人该做的事，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以后打不动了再说吧。综合格斗是一项规则极为开放的格斗竞技运动。除了不能使用踢裆、插眼、砸后脑之类的致命技，选手可以使用巴西柔术、泰拳、摔跤、咏春拳、跆拳道、空手道等多种格斗技术，因此被称为搏击运动里的10项全能。虽然综合格斗进攻手段多样，但护具使用极少。比赛中，选手使用轻便的分指手套，没有头套，不能穿鞋，实战性极强。张伟丽称之为人体对抗的艺术。有不懂的人，比如说我看到你别说看现场，别说看视频了，我看照片我都觉得挺残酷的。对，这里面有什么美的地方，有什么乐的地方啊？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对抗性的，只要咱们能想到的这个对抗性的项目，我们都可以用。它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运动。我现在也在学习传统武术，然后怎么样能把传统武术融到这个 MMA 里面去？那这个所谓的包容，就意味着你受到伤害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对，也是需要你有更全面的这个技战术，你要特别全面。这里面是力量还是智慧？智慧、力量都有，所有的都有，就像打仗一样，不是说是我打拳我就靠一股蛮劲儿，不是的，一定要聪明，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任何运动其实里面都有它的逻辑，对，甚至有它的哲学在里面的。是。这个运动它的逻辑是什么？它的内核精神又是什么？它是这种不服输的精神，它是这种就是克服这种恐惧的这种精神。其实我小的时候很不自信的，对，我练了这个以后，慢慢的我现在变得很自信。我们要谦虚，但是我们一定要血性。谦虚和血性，你觉得它是听起来是矛盾的？中国人礼嘛就是这样，就是谦虚。但是我们真正的，就是到战场上，或者是到这种比赛当中，我们一定要有血性。我们不是软的，我们是很强的，这种感觉一定要出来。从业余苦修到全职投入训练，张伟丽几乎牺牲了一切，在日复一日的摔打中，将肉体和精神锤炼至极限。训练当中的时候，我都有的时候忘了我是个女孩了。对，就是追求这种更快、更准，对，追求这些更有力，对，更有力量，对。然后就是感觉挥汗如雨啊，那种感觉。我刚才其实挺多看了你的手啊，我手比较硬。这个蚬现在已经好多了，因为以前这都是黑的。对，你看看你这儿，这能下去吗？啊，以后不干了这事儿，骨头肯定是下不去了，但茧子应该是可以下去。我手硬，这个也是比赛打的这个变形的这块，付出太多了，汗水哇太多了，汗水、泪水、流血、流汗太多了。然后生活的非常非常简单，吃饭、睡觉、训练，每天都是这样，每天都打实战。我一周练6天嘛。跟男的打还跟女的打？男的，我没有女的这边。那你都跟多大体量的男性去对抗？跟我们小教练70公斤。当一个50多公斤的女性和一个70、80公斤的男性去对抗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呀？其实，就是你发现打不动他，是真的是这样的，打不动。我们教练长得又高，胳膊又长，你打进去挺不容易的。其实，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首先是第一位。那你要摔他呢？啊，我摔他，摔我也可以，摔我也可以。摔不倒，摔不倒。你们平时就这么练？模拟就是你高的，对我直接会这样，对，然后有的时候会直接。但是这个太机械了，你明明知道他会这样，对，你怎么训练出来呢？然后后来以后他就不这样，他就会。我不会告诉我出来。他有可能会这样踢，然后他有可能会这样防，然后他有可能会这样蹬，然后这样破。就是等于是一开始是规定动作。对，一开始他规定，但是然后练个2、3天以后就开始就是随意出了。那你是按照什么东西来随意呢？他随便，他想打啥都可以。然后那你的对手就是陪你练的对手，水平越高，对你的这个长进就越大。那肯定的。其实，你训练他的同时，就是考验你能不能吃透那个人的这个过程。对，我也会研究，我会学习，然后他打我这方面，我的抗击打也会有提升。抗击打有提升。
综合格斗在比赛时按体重划分级别，因此在平时的训练中，选手需要严格控制自己的饮食。那你平时都吃什么呀？备战的时候？每天早上睁眼就吃牛排，因为我早上的训练量很大。睁眼吃牛排什么感觉？哦哟，就是吃不下。对，你爱吃什么？女孩吃的我都爱吃，什么那种冷饮啊，什么那种什么甜的呀，蛋糕啊，我都喜欢吃。刚刚开始训练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练不让我喝可乐，我偷喝，我偷偷的跑到超市，练得特别累，你知道吗？累得都不行，还在减体重。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喝点冰的，喝点带气儿的，咔咔咔喝点，然后打个嗝，那个感觉特别爽。那个时候偷偷的喝，以前我都不敢说的，后来我就敢说了，因为我改了，我不去动那些东西了。就一瓶怎么不可以了？就是假如你一点可乐，然后今天晚睡点，明天又这个不训练，这个小的细节其实堆在一块多了就是大的问题。有的时候看别人吃火锅呀，吃这种好吃的呀，我也想吃，对，但是哎，我想算了。能忍住，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对手，靠的是意志力。我觉得靠的是对自己的运动的认识。就是看了一个 NBA 的一个球星的一个报道，他就说我从来不吃猪肉，然后不喝这个碳酸的饮料，然后我每年要花好多钱来保养自己的肌肉的时候，我突然就觉得，为什么别人的运动时间长，为什么别人可以做得好，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可是人活这个一辈子，乐趣不都是从这些小的里面得到的吗？对，但是我觉得运动员嘛，你运动生涯其实不是那么久，你不可能打到70、80还能打，你不可能打的一直是往上走的。你以后你不训练了，你想喝可乐没人管你，随便喝。但是你现在什么年龄段，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你要做好什么样的事儿。刚出道的张伟丽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他的目标世界最顶级、规模最庞大的职业综合格斗赛事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这项赛事开办20多年来，还没有一个亚洲人获得过冠军。要想登顶，就要打败最强大的对手。那时候，张伟丽盯上了波兰选手乔安娜·泽德尔耶西克。乔安娜5次卫冕成功终极格斗冠军赛草量级及52公斤级冠军金腰带，曾统治草量级长达2年之久，是终极格斗冠军赛历史上该级别最出色的选手之一。每次他的比赛我都特别关注，然后根据他的这个习惯，然后来训练我的打法。乔安娜可能不会知道，在暗地里面，他不知道我是谁，对，他也不知道你的存在，他不知道我新人。就是一个小白，就是刚刚开始进入这个职业的擂台。你为什么上来就盯那个最好的？我觉得人要有一个目标，一定要有目标，做什么都要有目标。我就想做到最好，想打败他吗？想啊，当然可能吗？我就一直觉得可以，坚信自己，从第一天就有，肯定可以，对，一定可以，真的。你挺敢想的，一开始。对，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对，如果没有，你想都不敢想，你还怎么做？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身体里都有2个你在跟你对话。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哎呀，我太累了，我不想跑了。但是另外一个你就会说，坚持住，加油，这样。靠什么去把自己给说服呢？系上那个腰带那个瞬间，幻想太多次了，一直告诉自己，你就是冠军，你一定可以成为冠军。然后幻想在8角笼里面给我系上腰带的那个瞬间，跑步累了的时候，训练累的时候，我都会去想。就是给自己这个信心跟。就是老实说，人活一口气。对，就是人真的是一口气，这个气你顶住了，它就顶起来了。如果你一泄气，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一下就蔫儿了。所以一定要那口气顶起来，在擂台上也是一样，生活中我觉得也是一样。6年的时间，张伟丽一路通关升级，以16连胜的战绩打进了终极格斗冠军赛。在终极格斗冠军赛仅打了3场比赛，张伟丽的排名就上升到了第6，成为中国第1位进入 UFC 世界排名前10的选手。按照终极格斗冠军赛的规则，张伟丽需要不断挑战高排名的对手，才能获得冠军挑战权。当时乔安娜排名第2，张伟丽在社交媒体约战乔安娜，但却遭到了拒绝。为什么人家不给你打？可能他觉得我是个新人，刚在 UFC 打了3场比赛，不屑。
对，就觉得赢了我也没啥，输了血亏的那种感觉可能。对他不跟我打，然后就说这是谁呀？说 Who's that？ 因为听这话心里面刺激不刺激？有点儿，我觉得他不可能不认识我。为什么？你想想，你是一个前几的人，10以内的人，你不知道是谁吗？但是他问出来一句貌似不知道的话，对，这对你来说是不是冒犯？我觉得他是在躲避我。如果是我的话，有人来这样去喊我，我肯定会哦，好啊，没问题。对，我是那种我喜欢跟强者打，我谁强我就看着谁，谁厉害我就去看着谁，把他当成目标。那同样啊，乔安娜可能也是这样，她没把你当成一个强者，有可能。然后他就拒绝我了。Nobody wants to fight her. We call her. 然而，在另外几次约战也被拒绝后，张伟丽意外地获得了直接和草量级冠军巴西选手杰西卡·安德拉德对战的机会。安德拉德外号“打桩机”，以力大著称。在2019年5月的一场比赛中，他打败了前任冠军，成为新任草量级冠军。你想过这个赢的胜算有多大？我就没有给自己输的念头，一点都没有，就是要拿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看他，哎呀，太小了，因为我天天跟70多公斤的男的打，我一看他，那不可太小了。对，一看他，哎呦，太小了感觉。对，然后就觉得我肯定能赢。你怎么这么自信呢？我觉得训练太辛苦了，这些自信都来源于训练，训练到位了都很自信。对，你平时你做的小事儿，每一件事都做好了，都会自信。所以我也就非常自信。我那泰拳的小教练，他每天就模拟我对手的打法跟我实战，每一天都这样。模拟这位安德拉德，对，动作跟技术全模拟他。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每天带着护肘，然后把小教练打得挺厉害的。你把人打成什么样？打的每天他就说我头晕，那个护头已经被打的就是这边都裂了，头上也这边都裂了，然后都是拿那个胶带然后把它缠的就已经千疮百孔那种感觉。就是所以这个细节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为了你这拳出去，对，能够打赢，有多少人要挨你的打？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太多人付出了，所有的人的力量都往一个方向使。2019年8月31日晚，1万多名观众聚集在深圳大运中心。And UFC fans watching around the world, 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all been waiting for. 八角笼内，张伟丽和杰西卡·安德拉德两人拳套相碰，大战一触即发。有杀气了没有？他一上场就很凶，非常凶。对，但是我就觉得这冠军就是我的。然后上了场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就是像水一样那种平静的感觉，对。然后就感觉他打过来的动作都是慢动作，他还没来的时候，你当就给他顶回去了，就会有这种感觉。真正的高手在对决的时候，一招出去，基本上就知道你什么水平，对什么。一抱一缠斗一踢就知道你能不能赢。我一踢他第一脚的时候，我感觉速度没有我快，肯定追不上我。这是你自己对这个判断，别人呢？外界呢？对于你，外界觉得我肯定会觉得不看好我，他们觉得我是个新人，就觉得就打了3场比赛，而且就这么快就挑战冠军，我肯定顶不住他，我的力量肯定顶不住这冠军。会对你有影响吗？我觉得他们不了解我，他们不知道我的训练状态是什么样的，他们不知道我付出了什么。但是通过这个比赛，他们肯定会知道。张伟丽 makes history， 中国人终于成为了 UFC 的冠军。系上那个腰带那个瞬间，幻想了太多次了。一直告诉自己，你就是冠军，你一定可以成为冠军。太高了这些。很多人他们都觉得你在擂台上是特别凶的那种，然后你在台下也一定是那种特别女汉子。其实，在台下不是的。你别踢着我，离你远点。冠军之上还有什么空间？成为一个传奇。改名名字张伟丽。终于成为了 UFC 的冠军。42秒，对，这就是你跟这个冠军打比赛，你把他打赢用的时间。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我觉得前3回合应该会出结果，肯定会终结。打到在地上以后，裁判就直接把我就拉开了。我当时就挺兴奋的感觉，就是那个心呐，就是其实从备战开始的心呢，一直就在这儿，一直揪着，
顶着那口气。你不是自信吗？那口气一直在顶着，那口气，对，那个气不能松下来，一直顶着。然后比赛完赢了以后，那个气，腾一下就那个什么感觉？感觉心脏一下就落到肚子里了，就感觉梦想成真了。对，做到了。啊，太棒了，太棒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张伟丽站在我们的面前，身披5星红旗，站在了8角铁笼内。这一刻，我们终于见证了。我赢了他以后，他给我跪下，然后我也赶紧跪下，把他扶起来。为什么要用这种感觉？就是我把腰带给你了，就是你要保护好他的那种感觉。那一刻还是挺感人的。他眼睛里边没有说是很凶很仇视，是我抢了他的东西，他没有，他对我笑。And new undisputed UFC strawweight champion of 42秒一战成名，8角笼内，张伟丽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我还想对国外的朋友说 ，Thank you everyone. My name is 张伟丽. I'm from China. 那一刻，在你的梦里出现了多长时间？太多次了。从我13年开始，我就给自己定目标。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健身房的销售的时候，我就觉得可以，我可以，我也想站在 UFC 礼堂，我也可以，我要挑战强者，就是这样的心态。然后这个时候我做到了，梦想成真的那个感觉，很奇妙，对，就是一切都值得了，所有的付出的一切，挨了多少打，受了多少伤，所有的东西都值得了。那这意味着你到头了，巅峰了，人生巅峰，对，但是这个巅峰一定要维持。张伟丽的爆冷夺冠让世界综合格斗圈为之侧目。然而，她的这次胜利是实至名归，还是纯属侥幸？人们对此有不同的声音。因此，张伟丽的卫冕之战被视为对她的真正实力的一次考验。因为这一次，她的对手正是她曾经求战而拒绝她的乔安娜。I was the champ for 966 days. It has been already more than 820, 30, 40 days without having the belt. Go have some fun. Okay. Doesn't matter how many times you lose. It's important how many times you bring it back. I will see you in Vegas, guys. 他挑战我，以前是我要挑战他，然后现在是我是冠军，他来挑战我。被挑战什么感觉？这可是你心仪已久的这样的一位老前辈了，他来挑战你，就感觉很开心，很好。然后一直的目标实现了，然后终于可以跟他打了。那中国有句老话叫"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是，我觉得一定不要觉得自己拿了冠军以后自己就骄傲了，一定要还保持自己的初心。我从第一场比赛开始，我就一直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重新开始，我一直是一个新人，我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然后马上又设立了一个新的目标。你的新的目标是什么呢？然后我要在这个量级里面做到无可争议。如果我做到无可争议，我要挑战上一个级别的冠军，然后跟强者过招，以武会友，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爆发，眼看着美国取消了中国的直飞，团队决定绕路飞往美国参赛。张伟丽他们先飞到泰国，但在泰国也没能拿到签证，整个团队又转飞到阿布扎比，才把签证的事情搞定。在比赛开始的前3周里，张伟丽飞了3万公里，调整了3次时差以及气候和饮食的变化，这对于运动员的备战都是非常不利的。2020年2月23日，张伟丽抵达比赛地美国拉斯维加斯。此前，乔安娜曾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头戴防毒面具的照片，挑衅张伟丽。虽然赛事有时需要制造拳手的冲突来宣传比赛，但是用疫情和生命开玩笑，让张伟丽不能容忍。可能是他不知道这个严重，也可能他太无知了。我就告诉他，你拿这个开玩笑是不对的，你不能拿这个疫情开玩笑，这个生命是不可以来侵犯、来冒犯的。他接受了。后来他向我道歉，然后他说对不起什么的，他道歉了3次。
and I will outclass you on Saturday. I promise you, hasn't faced someone like me. Shut up. This is, you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to be that champion. You overcome. You are like a little girl inside. I show you. 听到他这些话，心里怎么想？我说好，那我就用你喜欢的战术去击倒你。公然的还是心里的？心里的。可不可以回嘴？你说我不好听话，我也说你不好听话。我不喜欢，我觉得说垃圾话没有必要，因为我们真正的较量，我们是在拳台上。我跟你吵得你死活的，一个不好看，我也没有我们的风度。我们直接就是场上用拳头说话。你觉得你打他胜算多少？我也是想着100%要赢的，没有想过自己会输给他，从来没有。他对这场比赛也是100%的信心，而且他把他的父母、他的家人、朋友、粉丝很多都来到现场，然后他的庆功宴都已经准备好了，都已经选好了开 party 的地方了。他觉得这个腰带肯定他会抢走。2020年3月8日，张伟丽的首场卫冕战，如果拿下，这将是他王朝统治的开始。而乔安娜如果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将重返王位。对现场观众来说，这场比赛看点十足。比赛一开始，张伟丽主动伸手向乔安娜示意碰拳。这是什么意思？碰一下就是 OK， 开始了，就像友好的，对，友好的是不碰吗？不碰就是上来就火拼。对，我就喜欢问问他要不要碰，因为我觉得我们就算是比赛，我们也不是敌人。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竞技的一个运动，我觉得这个友好是应该的。我们就是都是舞者嘛，我们相互切磋、相互交流，以武会友，我们都场上是对手，我们场下就是朋友。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乔安娜有没有跟你碰啊？碰了，她一直很凶的盯着我。那你会对她吗？我就在笑，我就在笑。为什么呀？我就说你随便，反正我就是不变。你再怎么盯我，我也不会感觉到恐惧或害怕。对啊，我没有那种感觉。我就看你表演，我还给他鼓掌。你会怕吗？不会，不会怕。打起来就是用拳头来说话了。然而，与上一场比赛不同，张伟丽这次打得并不轻松。上来第一回合左眼就鼓了。就是他拳头把我眼睛打肿了，我感觉呜就鼓起来了。我就不理解啊，就是这个人就挨打这个眼睛，然后就封上了，看不见了啊，没有那么严重，就是鼓起来了。疼吗？还行，场上不知道疼，场上疼都可以忍受。就客场打的时候，观众大部分都是国外的人，他可能不了解你，他不支持你。然后你被打了以后，底下那些人都高兴，然后你打到别人以后，底下人这样，就是给你其实也会有一些。就是压力，说实在也会有一点。你打好了，别人反倒给你喝倒彩的时候，你怎么调整自己啊？就是不要被这些干预，我就是要打好我自己的东西，包括我受到重击的时候也是一样，就不要慌，不要慌。但是真正的站到那个擂台里面的时候，还是需要你自己克服很多东西。张伟丽和乔安娜的角逐持续了整整5个回合。在25分钟的鏖战里，张伟丽和乔安娜都没能击倒或降服对方，但他们共发动了超过600次的打击，也使得这场比赛成为 UFC 终极格斗冠军赛历史上最为精彩的女子比赛之一。哇，双方是打满了25分钟，我的天，比赛终于结束了。25分钟打下来什么感觉？第一个回合，其实我俩就互相提防得很，然后慢慢的越往后打的时候，就是这种格斗就好像有语言一样，我们在交流，然后到最后第5回合，我俩就拥抱了。虽然就是我们在场上没有说任何话，但是这个身体肢体的这种交流，让我们的心反而越来越近了，越来越互相尊重了。为什么越打你越感觉到彼此之间是友爱，甚至是尊重？强者嘛，都崇尚强者，你强我就尊重你。他要是啪啪啪把你打下来，他肯定不学，就这样嘛，他肯定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很强，他跟你真是感觉到你的力量，感觉到你这种杀伤力，他觉得他真的很厉害，都是尊重你。最咬牙的挺不下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没有挺不下去的时候，感觉时间过特别快在场上。只是我这次就是我的战术执行的不好，对，就是我平时训练的战术都没打出来。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更像的是我们在用本能在拼。人的本能在拼，
对胜利渴望，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是对胜利那种渴望的那种精神在拼。张伟丽拿下比赛48-47。最终，3名裁判中有2名裁判判定张伟丽获胜。在遥远的异国他乡，张伟丽守住了自己的冠军宝座。我拼尽全力去赢得比赛，然后可以赢得比赛，我非常高兴。我觉得在这个八角笼里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值得尊重。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舞者，都需要互相尊重。我这次来这边比赛非常不容易。现在疫情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事了，我觉得是全人类的事。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战胜疫情。获胜时刻的致辞，让西方媒体感受到这位中国女性身上的情怀和担当。此时，镜头前的张伟丽右眼眶厚厚隆起，嘴角还有没擦干净的血迹，而她的对手乔安娜的脸已经变形。赛后，2人都被送往医院。我们就隔了一个帘儿，我先去的，然后他后去的。他去医院的时候，他整个这个侧面还有头，太夸张了，挺吓人的。就是下了场之后，你看这个人被你打成那样，你心里会难受，很心疼，很难受，不知道跟他怎么说，很不好意思感觉。然后他跟我说，他说继续卫冕下去，我会看着你，后边会越来越难，跟我这么说。临床上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些前提条件下，你听着这样的一位对手跟你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心里什么感觉？特别感激他，然后就感觉特别尊重他，就是那种传承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又来了。他是老的冠军，然后我是新的冠军。他跟我说这个的时候，我感觉我一定要努力做好，好好保护这个腰带。那一刻还是对手吗？不是了，那个时候不是对手了，感觉就是好像认识很多年的朋友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对比差异挺大的，反差挺大的。你们在赛场上应当说要用最残酷的一些手段去制服别人，对。但是，一旦比赛结束了之后，你们的心可能是要很柔。对，包括安德拉德，我问他你需不需要口罩，因为在美国当时买不到，然后他说他有，他说我不用谢谢，他也很感动。就是你们强者高手之间的友谊，一定是要把对方打倒之后才能建立的。对，是这样的。特别在场上，就是你尊重对手，真的是要战胜他。比赛结束后，张伟丽原本计划尽快回国，但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蔓延，让她的回国之路困难重重。当时大家都在恐慌期，所有的人都想回来，因为中国当时是已经非常非常安全的地方了，所有人都想回来。主教练蔡教练就说，现在是恐慌期，如果我们回去的话，这个飞机上风险太大了，运动员没有办法承担这个风险。如果你感染了，这个对你是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如果把风险降到最低，就先不要回去，先原地不动。滞留美国的1个多月里，张伟丽没有出过门，因为有几个教练不在身边，所以张伟丽日常只能保持基础的训练，无法进行系统化的强化训练。这是你是冠军之后的1个月，这和你是谁也不是的1个月，那就不一样。那可能这个时候，就像你以前那个眼睛就盯着谁是冠军，我盯着谁。是。那么同样，你在这个冠军的位置上，你被很多人盯着。对。当你停下来的这1个月，可能别人可没有停。对，是这样的，很着急，非常着急。每天有的时候看着以后的有可能潜在的对手他们在训练啊，我是特别着急。每天一问以前队友，哎，你们开始训练了吗？然后你们每天都练什么呀？然后就还打探军情，对对，还在问，然后在观察，哎，他们在训练，其实也会给自己一些压力，就是会有那种紧迫感。因为就是可能你打完这场比赛以后，然后你又休息这么久，隔离这么久，然后下一场比赛可能很快就要来了，你有没有准备好？你心里就是不会像以前每天系统训练那样自信，你会担心，哎，我这技战术没做好怎么办？然后我体能不好怎么办？你看老话说啊，这个不管是学这个乐器啊，还是戏剧啊，还是这个体育啊，叫1天不练自己知道，2天不练师傅知道，3天不练别人知道。对，那你最后这么久，谁都知道了。对，是。那你的对手也都知道。肯定了，但是我现在就想开始恢复训练，就把以前的都补回来。2020年4月19日，张伟丽登上了回国的航班。
在天津落地后，张伟丽更新了自己的微博。她写道：“回到祖国的怀抱真好。”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已经顺利到酒店，然后现在已经是在隔离了。然后咱们14天以后见。从美国飞回来，然后一路上，然后也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然后一直戴着口罩。来到天津以后，然后这种一道一道这种程序啊，包括这个核酸检测呀，还有量体温啊，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周密。然后工作人员服务也非常非常热情。大家真的很辛苦，然后谢谢，我已经安全的到了，大家不用担心我了，耶。从美国载誉归来，迎接张伟丽的除了鲜花和掌声，还有人们对她的好奇。如果在街上，你看到这个谁要挑衅你，你想不想上拳头？挑衅我啊？不，我不想打。对，我们平时练了以后从来没打过架，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拳头是什么样的，会给别人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就是我们打钱是要收费的。怎么可能随便打？对他们，我看那个有一段时间你得了冠军之后，好多人都替你担心，说以后这样是谁娶了你，对，回家就得挨家暴，可笑，太可笑了。为什么呀？我都有点担心，因为你训练的时候就是训练状，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我下来生活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那游泳的难道回家天天游泳吗？那你说手术的那个医生天天回家做手术吗？是不是？我们这个打人的下来就天天打人吗？对，那样一想，我的天哪，谁都不敢接近你了。一生气，2拳上来了，怎么办？那你平时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人惹毛了你，不会打人，生气了也不会，就跟普通的女孩生气是一样的。可能哭啊，可能不高兴不说话，我也这样。你是泪水多还是拳头多？泪水。比赛的时候拳头多，生活当中泪水更多。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又来了。哎，我很关心啊。我觉得主要是能谈得来，比较支持我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啥要求，什么高啊帅这都无所谓。我觉得外表很快都会变的，主要是性格好，然后那个就是有责任心就是可以了。因为我在灯光底下，我才看到你这个伤口，哎，这儿呢。对对对，是跟乔安娜那次打的。对，最后10秒钟啊，然后我打了一个转身的后摆，然后他躲开了，然后那个最后10秒钟，我就想压上去，他就去打，然后他一个转身后摆打到我这儿。缝针了吗？还是没缝？医生让我缝针。我当时到医院以后，然后我在这等了那么长时间，等了5个小时，还没给我缝呢，都已经干了。我说你别给我缝了，你给我粘上吧。他说不缝会落疤，我说没事，就这样。你不怕啊？我不怕，哎，还好吧。这样显得我更硬，没人敢打我了。对。回国后的第2天，张伟丽在隔离的同时就重新投入了训练。从冠军到卫冕，2条终极格斗冠军赛的金腰带，让她一跃成为新一代国民励志偶像，被称为中国最能打的女人。而曾经当过幼儿园老师的张伟丽向媒体公开表示，要为儿童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是世间的规律就是说，总是有巅峰，对，是，总是要下来巅峰，是，做好准备没有？就上去漂亮点，下来漂亮点。假如有一个人他比我强，比我优秀，我把这个腰带传给他，他来继续捍卫保护这个腰带，强者，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我也心甘情愿，但是还不是现在，现在还是在追求梦想的时候。你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其实以前我的梦想是拿到 UFC 冠军，但是我现在我梦想又变了，练了这个综合格斗，我从这个运动里边收获了非常多，然后我也希望更多人可以加入到这个运动中来，也希望孩子们可以练起来，也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但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他还要有一个强健的身体和强大的内心。由一个人的追求变成了让更多的人去追求这个，对，有点使命的感觉。很多人可能觉得，你看你冠军也拿到了，你差不多得了，你这个也不小了。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到这个位置上了，那我们还是可以往上更高。为什么你不去做呢？冠军之上还有什么空间？还有什么更高？传奇，成为一个传奇，这是比冠军还要高的。